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到了地面，一个御剑少年在废墟中急速狂奔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，朝地面发出大量气功弹，犹如火山爆发一般，在地面燃烧了起来。御剑少年走进一个地下室中，一个中年妇女说道：“特南克斯。”原来这位御剑少年是特南克斯。布尔玛用了1年的时间研制了一些能量水，不过这些只能满足单趟的旅途。特南克斯担心过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布尔玛说：“没事的，我有办法。”告诫他一定要保护好这瓶液体。刚收起来，突然外面发生了爆炸。布尔玛让特南克斯带上液体赶紧跑了。外面再次发生了爆炸，而布尔玛被一个黑色身影抓住了，一下给消灭了。特南克斯看着消失的母亲，内心悲痛万分。画面一转，悟空他们站在田间地头，种了这么多蔬菜。比克说道：“为什么叫我过来？”悟空说：“我们一起修炼，将这些收完，这也算修炼。”吉吉生气了：“让你干就干，咋这么多废话呢？”悟空叫上雾天比克要开始比赛了。吉吉说：“雾天不能干，小孩子的工作就是学习。”比克与悟空开始了比赛，两个人的动作甚是潇洒。库林突然来了，说道：“贝吉塔又去了破坏神星球去修炼了。”悟空听到停了下来，开始寻找贝吉塔的气息。果然，贝吉塔和维斯正在修炼。悟空感受到气息瞬间消失了。琪琪气呼呼地说道：“谁让你说的？你来替他干活。你看比克干得很开心呢。”贝吉塔正要朝维斯打过去，悟空突然出现了，一拳将悟空打飞了。好奸诈啊！贝吉塔竟然一个人偷偷来修炼。比鲁斯突然出来了：“你来我这儿没带什么礼物吗？”悟空慌张地拿出一个包菜，比鲁斯尝了一口，清脆可口，味道还不错。这神当的可真没劲儿啊！特南克斯在急速奔跑着，走进了一个房子中，站在幽深的走廊中，敲打着一个房间的门。突然，一个人叫住了他，是小五，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。小五问道：“布尔玛阿姨呢？”特南克斯痛苦地说道：“他为了让我逃走，牺牲了。这是母亲用生命抽出的能量，用它我就可以回到过去了。”悟空和贝吉塔好奇地说道。比鲁斯大人一听到拳王，似乎很害怕的样子。维斯告诉他们，拳王是这个世上地位最高的人。悟空问：“那他是最强的吗？”比鲁斯告诉他，拳王不战斗，但他是最强的，分分钟可以让所有宇宙消失。画面一转，又来到了未来。特南克斯和小五拿着枪在树丛中穿梭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面露惊恐。天空中黑云密布，在上方形成一股强大的旋风。特南克斯拔出宝剑，天空闪电雷鸣，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，有着一双吓人的红色眼睛。特南克斯上前与其激战，但是特南克斯不是他的对手，一下被他打飞了。小五为了保护特南克斯，拿着枪朝他打了过去，没想到也被打飞了。特南克斯过去抱住了小五，火焰迅速退去，出现一个黑色着装的人物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悟空？他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赛亚人。”特南克斯痛苦地看着昏倒的小五，内心悲痛万分。特南克斯咬牙切齿地看着黑悟空，他观察着四周，寻找逃走的空隙。黑悟空说道：“我会马上把你也送到他身边去的。”特南克斯听到怒气上升，立马提起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，而黑悟空蔑视地看着他。特南克斯朝他开始攻击，但是特南克斯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，一拳被打飞了。黑悟空开始攻击，特南克斯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一脚被踢到了墙上，紧接着又朝他进行击打，发出连续死亡冲击波。特南克斯被打倒了，黑悟空正打算消灭特南克斯，特南克斯拔出宝剑朝他扔了过去，然后发出魔闪光，攻击消失后，特南克斯不见了。他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实验室中，拿出能量水放进了机器中。特南克斯坐了进去，发动了机器，而黑悟空在用神之力量感受着他的气息。机器突然冲了出来，想用着机器逃走，没门。黑悟空准备发出大绝消灭特南克斯，只见马上就要击中他了，却突然消失了。黑悟空难以置信，到处寻找，用神之力量感受着他的气息，但是完全感受不到，竟然消失了。特南克斯进入了时光隧道中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为母亲和小五报仇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特南克斯的学校，比拉夫也在跟随着特南克斯上学。老师宣布下课了，大家开心坏了。特南克斯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，小五害羞地暗送秋波。特南克斯也不好意思了，拉住小五的手就跑了起来。比拉夫他们惊呆了，特南克斯少爷竟然拉住了小五的手。大家正吃饭呢，特南克斯突然感觉到有些异样，天空果然骤变，气息向一处急剧靠拢。突然出来了一座飞船，老师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特南克斯飞过去，发现里面有个人。老师看到了飞船上写着胶囊公司。特南克斯让他们把布尔玛叫过来。布尔玛过来后一脸的担心，他似乎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布尔玛将他放在了床上，赶紧去叫贝吉塔了。比拉夫突然惊讶了，难不成他是私生子？大家被他的话也整诧异了。小五说道：“他简直和你一模一样。”特南克斯完全不敢相信。布尔玛拿着通讯器给维斯打电话，告诉他赶紧让贝吉塔回来。比鲁斯生气了，给你通讯设备不是让你说这些无聊的事情的。布尔玛头都钻出来了，说道：“是很紧急的事情。特南克斯从未来回来了，看着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”而小特南克斯听到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在那讨论着。布尔玛发飙了，让他们赶紧闭嘴，然后让小特南克斯去院里提气。特南克斯极力提气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比鲁斯说感觉挺有意思的，也要跟着去，然后抓住了悟空，大家瞬间来到了地球。贝吉塔让悟空赶紧去拿仙豆，
悟空瞬间消失了。而卡莲大人正在和亚奇洛贝玩游戏呢，悟空突然出现了，拿了仙豆就走了。布尔玛喂给了特南克斯，他渐渐苏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中看到了悟空，突然紧张了起来，想起了就是他让母亲和小五消失了，起身就朝悟空一拳打了过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混蛋！大家死死盯着黑悟空，而黑悟空也迷茫地看着这个世界，我怎么在这里？忽然明白了，原来是穿越了。大家看着他，果然和悟空一模一样。黑悟空低头看到了贝吉塔，发现比鲁斯也在。特南克斯想上前攻击他，被贝吉塔叫住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哪想到悟空直接飞上去了。悟空上去要和黑悟空比试一下。黑悟空说道：“很荣幸用这个身体和你比试比试。”悟空听到这儿有点懵，黑悟空并未给他解释，直接朝他发射了气功弹，一下将悟空打飞了。大家也飞过去观战，悟空起来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两个人展开了激战，而悟空对他的攻击丝毫没有作用，让他一度感到十分兴奋。黑悟空将力量提升，时空通道突然产生异常反应。黑悟空飞上来，与悟空再次展开了较量。特南克斯说道：“为什么悟空叔叔不用和我战斗时的力量？”贝吉塔说：“最开始不用全力，这是他一贯的坏毛病。”两个人打的是不分上下，同时击中了对方，大家都看呆了。比鲁斯看着他们打斗的场景，感觉黑悟空身上的气非常奇怪。两个人再次展开了激战，经过一番激烈打斗，悟空被打倒在地。突然，时空又发出超强电磁波，黑悟空一分神，被悟空一脚踹飞了，痛得他捂住了胸口。而黑悟空再次发出气功弹，被悟空一掌打跑了。他瞬间来到了悟空面前，将悟空打到了地面。黑悟空此时正好发现了时间机器，悟空起身又朝黑悟空开始攻击。两个人打斗的正激烈，时空通道突然产生巨大吸力，将黑悟空不断往里吸。就在消失的一瞬间，他顺手将时间机器毁坏了，大家惊呆了。然后时空关闭，黑悟空消失了。维斯明白了，是时间指环对时间机器的穿越产生了扭曲反应，将黑悟空带到了这个时代，现在又恢复正常了。黑悟空回到了未来，他捂住了自己隐隐作痛的胸口，一下坠落到了地面。落地后还碎碎说着：“这就是孙悟空超级赛亚人的力量，我可以将他的力量完美复制给自身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可以反抗我的人了。”大家站在火焰旁，静静地看着燃烧的时间机器。特南克斯悲痛万分，这下无法回到未来了。悟空问道：“这次战斗的他实力发挥的如何？”特南克斯说：“在未来的他稍微强一点。”贝吉塔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力量远远不止这些。”特南克斯正难过呢，比鲁斯告诉他们：“大家看到他手上的戒指了吗？那是只有界王神才能拥有的时间指环。但是界王神中没有和悟空长得一模一样的时间指环，只能回到过去。在众神的世界里，回过去是被严厉禁止的。”悟空听的是云里雾里的。特南克斯上前请求比鲁斯借给他时间指环，比鲁斯不耐烦地告诉他：“不是告诉你了，指环只有界王神才有。”特南克斯伤心地走到时间机器的旁边，回忆起母亲小五交代的事情，要回去拯救地球，内心不觉悲痛万分。贝吉塔走了过来，静静地告诉他：“不要放弃，一定有办法的。”特南克斯被父亲的鼓励感动了，只见一个身影脚步飞快，沃尔玛蓬头垢面地跑了过来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随后扔出去一个胶囊，出现一台时间机器，大家都看呆了。而在未来，小五还静静地躺在地面，等待着特南克斯。大家看着这个时光机，惊讶不已，怎么还有一台时光机？库林问布尔玛：“这台时光机是从哪儿来的？”布尔玛告诉他们：“是过去沙鲁乘坐的时光机。”大家有点诧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布尔玛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大家。原来这台时光机是沙鲁从未来穿越回到过去时乘坐的，在未来布尔玛只造过一台，所以与破坏掉的那一台是同一台。贝吉塔问道：“为什么这台会在这里？”布尔玛说道：“当年特南克斯将这台收进了胶囊中，我为了研究时光机向特南克斯要了过来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不知道如何运作，后来就一直放在那里了。”大家这次开心了，又可以回到未来去寻找黑悟空了。但是布尔玛告诉他们，现在还不行，机器毁成这个样子，肯定无法运转的。悟空又失望了，但是现在有这个笔记，我可以通过笔记来学习研究。悟空激动地说道：“那就是修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吧？”还没等布尔玛说完，悟空瞬间来到了维斯身边，恭恭敬敬地请求维斯带他去修炼。维斯说道：“因为时光机与指环的事情，我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。”悟空顿时丧气了，立刻让贝吉塔陪他修炼，哪知贝吉塔直接扭头走了，他独自来到了超重力室。悟空瞬间又来到了界王星，告诉界王请允许他留下来修炼。界王大声吼道：“你赶紧给我回去！”界王也是气坏了，将他的星球整成这个样子。黑悟空还在回忆着与悟空打斗的场景，在他身上闪现出了悟空的身影，他朝地面发出气功弹，看着燃烧的火焰，让他兴奋不已。沃尔玛的父母度假回来了，三小只也是十分的有眼色，看到大特南克斯激动不已。沃尔玛让老爸陪他一起修补时光机，还叫上了比拉夫他们很开心的答应了。特南克斯听到小五的名字，蹲下来看着小五，激动的握起了他的手，小五都害羞了，而比拉夫却惊呆了。小五问道：“未来的我是怎么样的人呢？”沃尔玛的母亲说道：“这两个人是怎么了呢？”沃尔玛若有所思地看着，似乎明白了。
未来的两个人肯定是恋爱了。然后说道：“我们去修理机器了。”收起了时光机，将大家都支走了，就剩下特南克斯与小五两个人了。特南克斯站起来，回想起未来的事情。黑悟空一开始就毁灭了人类的大半，各国军队开始组织反击，幸存的人类潜入地下，而小五就是未来的核心之一。但是对黑悟空不管攻击多少次，都对他毫无作用。抵抗军的牺牲一直在增加。小五通过将他引入圈套之内，利用爆破高楼将他困住，但是对他毫无作用。正在黑悟空要攻击小五之际，特南克斯飞了过来，想阻止黑悟空的攻击，但是特南克斯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打倒在地。小五及时使用闪光弹救走了特南克斯，特南克斯对战斗丧失了信心，而小五却在不离不弃地鼓励着他，所以再次见到小五兴奋不已。特南克斯说道：“我是你救的，还被你鼓励着。”小五听到都害羞了。比鲁斯与维斯回忆着黑悟空的气息，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。两个人决定寻找这个气息。悟空一路上都在念叨着扎马斯。维斯告诉他，他之前在第10宇宙当过界王，因为天才般的战斗才能，被培养为下界界王神。悟空听到激动不已。两位神正坐在树下，扎马斯泡了一杯茶。老界王神品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心灵清澈的人泡的茶，果然非常好喝。不要骄傲，努力当好人类的守护神。”扎马斯问道：“人类真的值得我们守护吗？至今为止，我看到过人类无数愚蠢的行为，繁荣、争夺、毁灭，不断的重复。我们不应该终结这些错误的行为吗？”老界王神意味深长地告诉他，界王神和界王的职责是创造，而不是直接出手干预。能够出手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破坏神。你要认清自己的立场。扎马斯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了。比鲁斯他们到了，大家相互打了声招呼。老界王神给比鲁斯介绍，这是我的关门大弟子扎马斯。悟空听到扎马斯的名字，飞速跑了过来。扎马斯惊呆了，他是谁？竟然和破坏神在一起！悟空在他身上一顿乱摸，这下将扎马斯惹恼了。别随便碰我，人类！正要打他，被老界王神阻止了。老界王神连忙替扎马斯道歉，问道：“你们今天前来所谓何事？”没等比鲁斯说话，悟空说道：“你能和我比试一下吗？”扎马斯听到生气了，区区人类竟然敢和我打架！比鲁斯揪住他的耳朵，一下将他扔了出去。维斯告诉他们，地区宇宙的地球出现了一个人，他身上带有时间指环，但他并不是界王神，长得和那个白痴一样。比鲁斯指了一下悟空，悟空又瞬间来到了扎马斯面前，嬉皮笑脸地说着话。比鲁斯一巴掌又将悟空打飞了。老界王神将时间指环拿了出来，告诉比鲁斯所有指环都在。老界王神正说话呢，扎马斯与悟空离开了。原来悟空在逼着扎马斯与他比试呢。悟空再次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。老界王神告诉扎马斯，和他比试一下吧，这是让他了解人类的好机会。老界王神让扎马斯手下留情。悟空连忙说道：“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！”比鲁斯告诉他们，如果手下留情，小心你的小命不保。特南克斯站在湖边，想着黑悟空，内心极度愤恨。而情窦初开的小五躲在他的后面，比拉夫与狗子也躲在小五的后面。比拉夫为了替小五实现恋情，开始实施他们的 A 计划。只见狗子故意摔倒在地，特南克斯要带他去看医生。小五想起了比拉夫之前给他的创可贴，走了过去给了狗子。没想到这个善良的举动将小特南克斯给吸引了，小五顿时尴尬了，一巴掌打在比拉夫脸上，红着脸离开了。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，和扎马斯展开了较量。悟空上前攻击，与扎马斯交锋在一起，他的攻击让悟空感觉到一丝黑悟空的气息。比鲁斯与维斯也感觉到了，扎马斯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老界王神不禁感叹道：“小小的人类竟然可以有匹敌破坏神的力量！”破坏神听到不高兴了，扎马斯简直不敢相信人类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。悟空一拳将他打飞了，拳头停在了他的面前。悟空友善地扶他起来，而他却想使用阴招，被老界王神阻止了。比鲁斯感觉没意思，叫上悟空他们走了。维斯说：“现在可以确定了，扎马斯就是黑悟空，但是依然有着诸多谜团。”扎马斯给老界王神泡着茶，心里却想着人类真的是危险的存在，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，孙悟空。黎明慢慢驱走了黑暗，特南克斯在一条溪流上方飞行，停在了河水中央，心里想象着与黑悟空的决斗。熊熊烈火在四周燃烧着，特南克斯上前进行攻击，黑悟空瞬间躲开，来到了他的身后，朝他发射了一个气功弹。气功弹爆炸，特南克斯瞬间回到了现实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小五看着特南克斯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小狗告诉他，这是在做想象训练，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可以感受到黑的存在，所以他在想象着与他进行决斗。特南克斯太投入了，嘴角都流出了鲜血。小五看到心痛不已，而小五也进入了想象，特南克斯正抱着他，在慢慢的与他接吻。狗子看到惊讶不已，特南克斯正眺望着远方，突然一个东西从天而降，坠落到地面，狂风骤起。只见悟空和比鲁斯四仰八叉的躺在坑中，原来是维斯没有把握好速度。大家开始吃饭了，特南克斯完全没有心思吃饭，一直在追问扎马斯的事情。
维斯说道：“他们两个的气很像，但是力量、外形以及邪恶程度都不相同，所以不能断定是同一个人。”悟空说：“我也感觉扎马斯不是坏人，因为我和他交过手。”比鲁斯告诉他们，虽然是神，但不过是个见习界王神，对和我打过的悟空来说，小菜一碟。特南克斯听到惊讶了，悟空叔叔好厉害呀！再看他俩因为美食抢起来了，吃完美食，两位神离开了，而另一边，扎马斯还在泡着茶，呈给了老界王神。老界王神品尝后说道：“没有先前那么纯净了。”两个人正说着话呢，眼前的水晶球突然亮了。原来巴巴里星球出现了类人类的生物，但是该生物过于凶残。扎马斯说道：“何不趁现在清理掉？”气得老界王神拍桌子大叫：“那是破坏神该做的事情。”扎马斯又说：“那我们该如何做呢？”老界王神说：“再观察1000年吧。”看扎马斯还不甘心，老界王神带着扎马斯走到了储物间，拿出了时间指环。老界王神说道：“能使用时间指环的只有界王神，所以你把界王神的耳环戴上。”两个人准备就绪，念出咒语，时空骤变，瞬间将他们带到了1000年后的巴百里星球。但是1000年后的他们依然凶残无比，这让扎马斯坚定了人类是危险的存在。贝吉塔正带着特南克斯修炼呢，特南克斯变身成超级赛亚人，他让贝吉塔变身成超3。贝吉塔听到不禁失声大笑，他瞬间变成了超蓝。正睡觉的悟空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惊醒了，特南克斯简直不敢相信。贝吉塔告诉他：“你能打我一招，就算你赢。”特南克斯说：“你不要小瞧我。”立马提起，身体变得壮硕了许多，这外形酷似布罗利啊！两个人展开了激烈战斗，但是特南克斯完全处于挨揍的地步。悟空带着波尔玛瞬间出现了，看着挨打的特南克斯，他心痛不已，一眨眼功夫被打倒在地。看着懦弱的特南克斯，贝吉塔转身走了。维斯的权杖突然亮了，比鲁斯随意的拿了起来，没想到是拳王来电，吓得比鲁斯一下从座椅上掉了下来。他立马恭恭敬敬的给拳王敬礼。拳王告诉他们：“我想接见孙悟空。”他俩瞬间惊呆了。